这个女人好好，如果我是男的话，我现在已经很感动了啊！他没有觉得我很穷，他没有嫌弃我，他也没有嫌弃我很丑，我好爱他，我要跟他结婚，是吧？我觉得他们这个骗人的想法就是都设计得非常自然，好像很浪漫的故事。所以一共有36个男人在那里买了房子，女朋友都叫刘佳。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非常好看、对你非常好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定要小心，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合适的人突然出现在了你的生活里呢？要等一等，不要着急结婚。对，一定要等一等，然后把你的眼睛擦得很亮，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爱你，还是他是一个骗子，看清楚。对，一定要小心。对，大家好，欢迎来到小瓜 Chinese 的播客。今天我和魏轩老师一起聊天儿。Hello， 魏轩。你好呀，志飞。我们是第一天认识吗？你要跟我说你好。然后说什么？你好，志飞。很高兴认识你，魏轩。很高兴认识你。笑死我。今天要给魏轩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一个真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在深圳。好，有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刘佳。她的男朋友，你猜她有多少个男朋友？她的男朋友可能5个男朋友。她有30个男朋友。30个。对 OK， 好。对，具体应该是36个。这36个人都住在同一个小区，同一栋楼。36个男朋友，如果她每天和一个男朋友约会，那她1个月她也见不完她的男朋友。1个月，对，见不完。所以呢，你可能想，为什么？我要告诉你，这个女孩她非常非常聪明，她的工作是卖房子的。哦，所以她要让她的男朋友买她的房子吗？对，她是一个骗子，她找了36个男人，她想说，我愿意和你在一起，但是对你要买房子，所以她是一个骗子。哇，那她肯定很漂亮，因为她所有的她的男朋友都要买她的房子，那她一定很漂亮，很喜欢她。你说的对，所以呢，我要跟你说一说这个女孩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找了36个男孩，36个男孩都为她买房子，而且都在同一栋楼，就跟你刚才说的一样，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对，很漂亮。然后呢，她就去深圳找一种男生。你觉得她会找的男生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男生比较好骗？有钱的。有钱。不是很年轻的，因为很年轻可能没有很多钱，因为他们还在工作所以我觉得不是很年轻的。有可能是岁数比较大，然后很着急想找女朋友或者想找老婆结婚的。有可能是离了婚的，然后又想跟别人结婚的。魏轩很有潜力，你也可以去做这个工作。对，可是你觉得我长得够好看吗？他们会有人喜欢我买我的房子吗？可以，我教你怎么做。所以他找的呢，是你说的对，就比较着急结婚的，但是不是老的，是年轻的。因为在中国，年轻人结婚也要买房子，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这些男生长得不好看，所以他就去深圳找很多打工的男人。这些男人可能有一些钱，
或者家人可以给他钱买房子，他们从来没有和很漂亮的女孩在一起。所以这个女孩呢，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认识。对，那这个女孩她很漂亮，对吧？第二呢，是这个女孩她的性格就是很温柔，她会让人觉得哦，我是一个好女人，我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女人。对，而且她是一个湖南人，对，但是她对这个男人特别好，很温柔。对，她还要跟这个男人说，我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女人。你觉得为什么她要告诉这些男人她是一个保守的女人？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如果一个女人，我们说她是一个保守的人的话，可能她没有谈过很多的男朋友，然后她的脑子还有她的心里面想的就是她的男朋友有可能是她以后的老公，还有她以后的家庭。所以男人会想，这个女人很好，我不需要担心我要不要做家务，我要不要做饭，因为这个女人她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我每天回家，我就像皇帝一样，你伺候我，你给我端菜，你给我夹菜，你给我洗脚。对，所以他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适合当老婆的女人。没错，对，我知道魏轩的老公没有找到这样的老婆。对对对，我老公给我洗脚，对，给你做饭，对，给我做饭。是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老公没有遇到这个女骗子。对。如果他遇到，我觉得有可能他也会被骗，因为是一个很完美的女孩子的感觉，我们可以理解，对，男人为什么会被骗。魏轩刚才说的理由都非常好，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告诉这个男孩我很保守，那他就可以说到自己的家庭很保守。对，那如果你想和我做爱，或者你想跟我发生关系，那你需要和我结婚。如果你想要和我结婚，我的家人很保守，你需要买房子。所以这个就变得很自然。对，这个女孩刘佳，她就对所有的这个男孩说，认识你我很幸运，我想和你在一起，我是一个保守的女孩子，我不会和别的男孩在一起，我的家人不同意，我一定要先结婚。那这个男的肯定就想，哇，这么好的女孩子，我得跟她结婚呐。那我们去见一下你的家人吧。那这个时候就是很关键了，这个女孩刘佳就会说，如果你想见我的家人，你得先买房，不然没有诚意，我的家人不会见你的。有道理。对，很多中国保守的家庭觉得，如果这个男孩他没有房子啊，他也没有很多钱，那他可能他的工作不稳定，那我女儿和他在一起生活会很辛苦。所以他说，你要先有一个房子，我觉得很有道理，听起来很自然，听起来非常自然。对，我先打个嗝。好，他打嗝，笑死了。对不起大家，我刚才打嗝。那我要告诉你，他接下来做了什么。对，这个女孩呢，就说我们要买房子。但是他们住在深圳，深圳是一个房子很贵的地方。对，这个女孩马上就会说，你不用在深圳买，你在深圳的旁边有一个城市叫惠州，那里的房子便宜很多，
1平方米，你猜大概要多少钱？惠州1平方米可能1万人民币，我觉得不到，很便宜了吧？差不多，差不多要7000块人民币1平方米，这么便宜？哇！对，你觉得便宜是不是？对，很便宜。对，是的，因为在深圳，差不多要10万平方米，10万块1平方，很贵，对，和深圳比起来，就是你在惠州可能买1套房，你在深圳可以买一个厕所，一个很小的厕所。对，你们看，魏轩是很有经验买房子的，对吧？对，魏轩是不是已经调查了市场，都已经买了好多房子了？还没有那么有钱，可能只能买2个厕所吧。好，那我们就来看看，那这个男的他就会选那我去哪里买个房子？所以这个女的呢，她要让这个男的在那个小区买房，而且要买那一栋楼的房子。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如果我是一个男孩，然后我的女朋友说你要在这个小区，在这栋楼买房子，那我会想，为什么一定要是这栋楼呢？对，所以他就是很聪明，他那个时候就和这个男人一起找房子。他就说，我找到了这个房子，你看。然后这个女人呢和这个房子是一起的，他们一起骗人。所以这个叫楼盘嘛，这一栋楼他们正好在打折，对，给你降10万块钱。这么巧这么巧，是吧？我想要一个房子，这有一个房子，价格又不贵，又打折，这不就是给我准备的房子吗？没错，这个男的就会想，对，这个楼盘它可能离地铁很远，不方便，也不在好的位置，可是没关系，比较便宜，还有打折，我可以考虑。然后这个女的就说，你知道吗？我可以和你一起买房，我这里有3万块给你，这个是我的钱，不多，但是可以帮你。我们结婚以后，我们可以一起还房贷。哇，这个女人好好。如果我是男的话，我现在已经很感动了啊！他没有觉得我很穷，他没有嫌弃我，他也没有嫌弃我很丑，他愿意跟我一起还房贷，而且愿意把他所有的钱都给我。我好爱他，我要跟他结婚。对，这个女的给他们3万块，而且这个女的跟这些男的说，这个房产证的名字，你觉得这个女的会说什么？要放谁的名字？如果是一个很保守的女人，她可能会说写男人的名字，对不对？对，这个女的说了一个非常好的原因，她说这个房子一定要写你的名字，因为你给我的家人看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是你的实力，是你的钱买的房子，我们的家人会觉得你很棒，你是一个好男孩。天哪，太好了，厉害吧？太厉害了，他说的真是太好了，我都想跟他结婚，是吧？我觉得他们这个骗人的想法就是都设计的非常自然，就是一个很好像很浪漫的故事。对，是的。然后呢？然后他跟男孩说了什么？这个女孩首先是说，我帮你找了很多地方，这个地方打折，然后我可以给你3万块，只放你的名字。那这个男的当然想，哇，这个女的真的是愿意跟我结婚的，想要跟我一起过一辈子的好女人，又这么漂亮。好，我买房。所以他们都在那里买房登记。对
这个时候哈，你猜这个如果是一个男的和这个女孩刘佳一起，他们大概在一起多长时间？就是从开始认识到买房子。我觉得3个月。1个月。1个月，这么快？对，我的天哪！这个女孩很厉害，她可以1个月让这个男人这么爱她，这么相信她，愿意为了她买房子结婚。然后呢，在他们买房子签名了以后呢，这个女的就会消失，就是在微信上开始不回信息，慢慢的找不到他，慢慢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这些男的工资也不是很高，每个月还要还房贷，而且他们也不住在惠州，他们的工作在深圳，所以那些房子也是空着的，没有人住。所以一共有36个男人在那里买了房子，女朋友都叫刘佳。我的天哪！可是这个骗局它有一个问题，我想知道，就是如果比如刘佳她今天和这个男朋友谈，然后他们去签字买房的时候，她上一个前男友来找她怎么办？她碰到了怎么办？哦，对呀，我觉得也是。我不知道签字的时候刘佳在不在，因为这些公司请了刘佳去骗人。房地产公司，比如说你是刘佳，那我跟你说，你帮我找一个人买房，我就给你10万块。那虽然你看起来你出了3万块，可是那个3万块可能是我给你的。对，有道理，有道理。天哪，这些男人好可怜啊！太可怜了。他们就有一天就发现这栋楼的男人都有一个女朋友叫做刘佳，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起诉这个女孩，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合法的，都是这些男人愿意的，他没有强迫他们，对，必须要花钱，他们是自己愿意的。对对对，他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个房子的价格，他们都愿意买，他们都签字，都是合法的。只能说他们认识了一个女孩，她更像是一个情感骗局，就是这些女孩本来想跟你在一起，后来我不想了，所以对，没有违法。志飞，你知道吗？这种事情在我身边真的发生过，是真的。你跟我说说。就是骗婚，和刘佳的做法很像。是突然有一天，我老公的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他们经常买他们的材料，然后认识的一个朋友。他给我老公打电话，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们公司有一个人叫这个名字？你可不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给我？”我老公很奇怪，他说：“你为什么要这个人的联系方式呢？”然后这个人就给他讲，上个月他认识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他们很喜欢对方，然后他们就在一起了，谈恋爱大概也是1个月，然后他觉得哇，这个女孩真好，她又温柔又漂亮，又对我很好，对我的家人也很好，那我要跟她结婚。然后跟这个故事太像了。对。然后这个女孩说，你如果要跟我结婚的话，中国的传统就是你要给我买一些戒指，但是是金戒指、金项链，还有金耳环，你要给我买这些东西，然后我跟你结婚。这个男人说，好啊，没问题，走，我们去买。然后和刘佳的做法很像，这个男人给他买了这些东西以后，这个女人消失了，他消失了，他找不到这个女人了。那跟你的老公的同事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个男人他打听到，因为都是在威海，所以他打听到这个女人最近又谈了一个男朋友，然后这个男朋友是我老公公司的同事，所以他想问这个男人，
你有没有给他买东西？然后他找到了我老公的同事，你知道吗？他马上就要给他买东西了，然后他说千万不要给他买东西。然后他们报警了，他们跟警察说这个女人有问题，可是警察说我们管不了，他没有做违法的事情，他没有说你必须把你的钱给我，对吧？他没有说，是你自己愿意给他买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哦，他不喜欢你，你们分手了，但是他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对，你看，天哪，太可怕了！我不敢相信，这个在你的身边也有朋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就在我的身边。我觉得是因为现在在中国剩男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很着急想结婚，然后他们发现哇，有一个女人这么好，这么适合我，我要满足她所有的要求，我要赶紧和她结婚。对，可能他提的要求也不过分，对，就是不是非常多钱，看得出来这个女的是为我好，对，没有说要非常非常多，让他们感觉啊，这个好女人，我要满足她。天哪，这些男人真的好可怜，好可怜啊！中国男人太惨了。对。对，我觉得是因为就是大家的思想里面，还有就是爸爸妈妈他们那一辈觉得你有一个男朋友，你有一个女朋友，你还是要结婚，你要有房子，然后你要有钱，所以才会让这些女骗子可以让他们找到机会。对，他们都是在卖东西，而且你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说你是很糊涂的，你是恋爱脑，什么你都觉得哦，这个人是为了你好，就很容易花钱，所以爱情让他们变得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了。对，而且在中国，我觉得为了结婚，就很多人都是为了结婚，然后如果要结婚，就是要花很多钱，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所以这些公司看到了利益。所以如果你找到了一个非常合适、非常好看、对你非常好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合适的人突然出现在了你的生活里呢？要等一等，不要着急结婚。对，是的。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要小心。对，一定要等一等，然后把你的眼睛擦得很亮，睁开你的眼睛，好好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很爱你，还是他是一个骗子，看清楚。对，一定要小心。对，特别是如果你长得没有非常好看，但是这个人又很好看，一看就是大家都喜欢的，那你要小心一点。对，也有可能是骗子，也有可能是真爱，所以要观察一下，等一等再说。对，好 ，OK， 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大家对这个故事有什么看法呢？你们喜欢我们在播客里聊这样的故事吗？大家的国家有没有这样子的骗子？请你们留言告诉我们。魏轩，下次见，拜拜。拜拜。